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我們先歡迎前立委孫大千孫委員。大家好。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這一場中日大戰，我們要來看到在釣魚島這邊也是全面爆發嗎？另外，今天也會關心到是全球最強的雷射武器會做一個對決，中日之間我們會來看到的是燎原1跟飛鳥號來做一個 PK。最後，我們今天也會關心到的是福建號穿越台海的目的是為作戰預做一個預演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的來做關心。3個火線話題，今天會請來賓幫我們特別做解答的，包括第一個問題：釣魚島會先開火嗎？大陸的海警已經30天了，巡航釣魚台是警告日本，還是準備接管，隨時會做開火呢？第二個問題，我們會來關心到的是武器面，在雷射武器到底是誰比較強？日本它的飛鳥號對上中國大陸的燎原1，算是一場軍備的競賽嗎？還是已經被全面碾壓了呢？最後我們會來關心到的是福建號，它的航行方向是穿越台海，這個目的為何？是在為下一場戰爭預做鋪路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都會一起的來做關心。趕快來看到中日關係現在逼近一場比較極度危險的紅線。我們來看到的是最新的情資顯示，大陸的海警連續30天了，都在釣魚島的海域這邊做一個常態性的巡航，不只是單純的一個巡邏而已，宣告的是常態化、軍事化、長期控制正在進行當中。現在也有學者特別就這樣子的一個現象做了一個分析，他認為說中日關係如果持續的惡化，接下來的軍事摩擦第一槍，他認為發生的地點就會是在釣魚島。3個原因，為什麼釣魚島容易發生衝突？第一個，指出中日台目前都主張擁有釣魚島的一個主權，所以呢，主權爭議清楚，他國也會極難的介入。第二點是釣魚島台的位置，它離日本本土又比中國大陸還要更遠，日方長期的巡航執法的難度確實看起來是比較高的。最後是關於美日安保了，它存在一個灰色地帶。川普到現在都沒有親口承諾安保會涵蓋在釣魚島的位置上面。不過也有學者他認為說，目前川普着重在跟大陸做交易，他不會在中國的核心利益上面跟中國大陸發生衝突，更不會為了一個所謂的礁石跟習近平交惡。所以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委員怎麼看這個釣魚島是為何目前被視為是中日最有可能發生衝突的第一戰場？中國大陸的海巡已經連續巡航30天，在這附近向日本要釋放什麼樣的訊號？對，我想我們在先前評論這件事情的時候，我們就提過了哦，就是很顯然的。北京政府從頭到尾都沒有打算讓這件事情善了哦。也就是說，從高市當時的失言風波之後，你就會看到北京政府對內跟對外哦，幾乎已經是展開全面的大內宣跟大外宣，然後炮火就直接指向高市啊，而且完全沒有任何停歇的狀況哦。就是我才剛從上海回來。就除了前2天這個新聞都在報黎智英被這個判有罪的新聞以外，除此之外，幾乎每天的這個重點新聞一開始都先罵高市大概20分鐘。所以當你看到北京政府對內哦用這麼高規格的大內宣的時候哦，你就可以強烈的可以感受到，他如果希望這件事情善了，他絕對不會這樣做。因為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他等於是煽動了整個中國14億人口的民族情緒了。就是如果曾經去過大陸或者常去大陸的朋友哈，就可以了解說，我說過嘛，你在大陸哦，你每天晚上打開那個連續劇，它的衛視哦，大概有10幾20台，全部都是抗日的，各式各樣的抗日哦。然後呢，怎麼對這個日本的偽政權啊，怎麼在上海進行這個間諜的行為哦，幾乎全部都是抗日。你再看看最近在這個中國大陸電影院演什麼？他們前一段時間才演完731部隊，接着演南京照相館。就這些電影，連我進去看了，我都會掉淚了，我都實在看得不忍心，我都不敢進去看了。可是當你想到他的電影院放的是這個，他的電視台演的是那個，然後呢，整個國內的大內宣全部炮口指向日本，這就代表說，
恐怕不是高市幾句試圖要轉圜的這種退讓的態度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了。你說高市有沒有試圖轉圜？他有，但是呢，他講的不明確，所以呢，他承認這個台灣跟這個中國的問題，日本不應該介入。這個什麼台灣這個中國的一部分啊，中國是唯一的這個代表，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代表中國的這個合法政府，這些是高市講的。可是儘管高市這樣講了，北京還是不買單。所以呢，除非今天日本在這個事件上願意全面的收回哦，而且更正。那麼當然，隨着這個態勢持續的升高，在釣魚台海域發生衝突有沒有可能？極有可能。我上次就已經講過了，這位學者講的跟我講的幾乎完全雷同嘛。因為這是一個主權問題，在主權問題的情況之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介入主權紛爭的。就你現在看到泰緬打成這個德性，你有看過哪一個國家可以介入幫泰國或幫緬甸嗎？它就是一個主權紛爭啊。主權紛爭在全世界每個角落都有發生。但是這種小規模的衝突，其他的國家，除非你也有宣告主權是這個屬於你的，否則你要介入實在是太難了。那更不要提到說，如果今天中國大陸試圖要給日本一個教訓，而這個教訓又必須師出有名，不能夠背上這個侵略或者是率先攻擊這樣的包袱，那麼釣魚台當然就是最好的選擇。好，目前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來自於中方的動作，就是在釣魚台這邊連續的30天的巡航。那日本現在面對這樣子的一個態勢，它一方面也持續的是在升高衝突嘛，因為它現在目前是在琉球離島，也就是日本這個所稱的沖繩部署了雷達的部隊。那另外一方面，除了雷達部隊之外，它還高調釋出它的這一款武器，雷射武器，它是叫做飛鳥號，搭載100千瓦的一個雷射武器。那中國大陸今天我們說會做一個 PK 嘛？大陸的武器最新一代的是它的燎原1高能雷射系統，它現在目前性能是比較明朗的。我们看到這個表格哦，目前來看到它的射程是20公里，是一個比較具體的一個數字。那日本沒有公布，那它的性能還包括5秒內可以熔毀超音速的飛彈導引頭，所以我們特別請將軍來帶我們看日本把它的雷達跟雷射部隊放在沖繩離島，會對解放軍造成什麼樣子的壓力嗎？另外2款的武器飛鳥號跟燎原1的差距，誰還是這個海上海戰規則的最強王者？將軍怎麼看？我們先不要講說對空射擊，我們講水平射擊好了。我想華幹當過兵，一定有這個印象。我們都教兵，你歸零175公尺，歸零完以後，如果目標出現在300公尺，你要瞄準的是敵人的頭部來做射擊。為什麼瞄準頭部呢？因為你打出以後，那個子彈是受地心引力影響，它是一個拋物線，到達175是在交匯點，然後過了175之後，它就往下面掉。那你想想看，對空射擊那更難了。以前我曾經打過，我帶部隊曾經對空射擊過。你不要講說打飛機了，光打一個氣球，我們一個全連打了半天，打了這個數千發子彈，那氣球都沒打破。為什麼？因為子彈飛出去，它是一個拋物線的。那如果氣球在動的話，你還要算它前置量。你說無人機來講的話，正面飛行、側面飛行、45度的飛行，那個算的前置量都很難哈。那子彈飛行它有一個它那個初速跟它的這種距離有關嘛。你如果越遠，它子彈飛的時間更久，所以你要算它前置量。那現在好了，如果說是這個不管是艦艇或對各種無人機的武器射擊來講的話，如果用傳統的彈藥哈，你必須要很精準的算好它的前置高度，還有拋物線，你都要整個考慮在裡面。所以通常都用雷達、用電腦來計算這個槍口要瞄準目標什麼地方。那如果說是用雷射的話，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因為雷射它是屬於直線的，它不會有拋物線的問題。那它直線來講的話，它速度又跟這個光速一樣快，所以你可以說瞄到哪裡，它就打到哪裡。我們以一個艦艇來講，一個艦艇最後一道防護，我們都知道，在美軍體系來講，我們叫方陣快炮哈，這個防護的距離大概3到5公里，那它也是用雷達掃描之後，一陣這個速度很快的打出一個彈幕出去，讓你的飛彈來撞到這個彈幕上面。那這個解放軍他們用的是1130快炮哈，但是這些畢竟是彈藥，那你的距離射程有限，因為你子彈的射程受限於這個，所以現在來講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激光武器。第一個，它是用光，它是走直線，而且速度又很快，可以很快。那解放軍在這方面來講，
它已經有很長足的進步，而且已經用在實戰方面了。我們不要講這是燎原1號，我們講之前他賣給中東沙特的叫做極盡狩獵者，就是一種激光武器。因為沙特那邊經常受到這個也門組織，他們用無人機騷擾他的油田，所以他為了打這個無人機，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極盡狩獵者激光武器來打。但激光武器极盡狩獵者在那個時候，因為受到沙漠這沙尘的影響，因為它畢竟是一道光嘛，這光如果說碰到風沙或者是雲霧或者雨水等等來講的話，它的效能就會失去了。所以，但是他繼續後面的研發以後，他發明了所謂燎原1號。那我們目前看這個數據，如果跟日本的飛鳥1號比較起來的話，它300 kW 對100 kW，那功率越大，代表一個就是它射程可以越遠，可以射程越遠。那它目前來講是說20公里。那如果按照這個比例來講的話，日本飛鳥1號100千瓦的話，大概我想最多就是這個6到8公里左右，按照這個比例。第二個來講的話，瓦數越高，它銷毀的速度，它溶解的速度會越快，它就是將你的彈頭溶穿燒毀掉。那按照燎原1號，它的20公里，它大概瞄準一顆導彈，將它燒穿大概要5秒鐘，它一直盯着它，一直這樣，然後大概燒5秒鐘，將它燒毀掉。那日本的這一款這飛鳥號上面來講，如果說是它功率不高的話，如果說是要超過10秒鐘以上，你才能夠將彈頭燒毀的話，那你就很可能脫鎖，你就不見得會燒毀。那除非說是這顆導彈距離你的距離更近，你才有可能在短時間之內將它銷毀。那第三個，我認為說燎原1號為什麼優於日本的飛鳥1號呢？因為它已經實戰部署了，它已經擺在它的07這個2棲登陸艦上面哈，這個叫做世明3號。那各位可能很有趣，為什麼擺世明3號？為什麼不擺更強大的055啊、福建艦啊這些軍艦？因為世明3號07是船塢登陸艦。那船塢登陸艦你知道嗎？它在登陸的時候，它一定要停在所謂的換乘區，就是大船換小船的地方。它會在那邊停留時間很久，而且它這個周波的時間距離大概10到20公里，也就是說這個距離來講，會被守備部隊來講用無人機攻擊的距離。第二個來講的話，你在那邊停留時間長，就很容易遭受到守備部隊用這個火炮對你來攻擊哈。你不能說停到那邊馬上就走，你很難閃躲。你又在那邊停到所有大船換成小船，所以我覺得這種武器放在世明3號，它當然就最符合它實戰的需求，因為這條軍艦要在那邊做2棲登陸，它可能要在那邊停上1個鐘頭。那在這種狀況，遭受到無人機或者導彈的攻擊幾率會最大，而且它的距離岸邊的距離又最近。這時候如果說它有這種燎原1號這種雷射的武器，可以對它做最後一道的防護來講，不管是對導彈或者是說這個無人機都可以達到很好的一個防護效果。所以解放軍已經實戰部署了。那比起日本來講，現在還是實驗的階段。那我覺得說是燎原1號應該是略勝這個日本的飛鳥號一籌。好，剛剛將軍特別幫我們就這個中日之間的這個2款不同的雷射武器做了一個性能上面的一個比較。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持續的關注在中國大陸的航母的動作，因為最近真的是比較多。先前我們報道過，這個是遼寧號嘛，沿着日本的周邊走。現在最新的進度，我們要來看到的是大陸海軍巨無霸福建號。這一回呢，16號被直擊了，它航經了台灣海峽。目前在這個目前的狀況來看，甲板上是沒有任何的艦載機的，但是外界也開始做解讀，它的目的是要北返長興島進行缺失修正嗎？但是重點也不是飛機本身，而是它這個航線本身被視為是具有在軍事跟政治上面的意涵。那他們也認為這個是在實戰前面的一個航線模擬的演練，是這樣子嗎？幹哥怎麼解讀？國防部長我們中華民國國防部長顧立雄說，他這次回去沒有帶艦載機，代表是什麼？代表他回到長興島的造船廠進行缺失改正。這種話不是一個沒有，就說沒有，他根本沒有接觸過軍旅生活的人講得出來，那是幕僚告訴他的。他知道什麼叫缺失修正。如果我們沒有記錯的話，福建艦是第6次部署，它還在修正的階段狀態，所以那一定是國防部聯參聯2情報參謀總部來告訴他的，對，他才會知道，不然一般人是根本就不會知道。那好，沒錯，福建艦現在處在一個十字路口，什麼十字路口？
也就是你現在高市早苗的這些言論，代表不僅僅是釣魚台，甚至是台海，都可能面臨直接而顯而易見的動員，或是危險啊，不管是任何情況，所以它代表着什么？它代表新一代航空母艦的電磁彈射系統以及它的艦載機的系統完備，是不是可以達到可以擔負起作戰任務？這是最重要的，這比什麼都重要。因為我們還有2艘航空母艦，沒錯，但實際上你真的如果打起來的話，一定是福建艦率領。為什麼？因為它是全新設計的，而且它載有殲35。殲35在前面2艘航空母艦是上不去的哦，包括遼寧號跟山東號是上不去的哦，只有福建艦能夠載。所以那個叫技術驗證，技術驗證是在福建艦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現在看起來好像似乎都已經完成了，所以這次沒有載艦載機。那他回到長興島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可是他等到他再下一次部署，那就叫什麼？那就叫正規部署，叫真的要你隨時準備。正規部署的時候就是幹嘛？有任何風吹草動，你就要準備你的飛機是要去打的。現在大家都是演習。現在我的殲15或殲16飛上天，跟你日本航空自衛隊的對陣，即便真的開了火控雷達，那都是一種試探。可是你隨時要準備，不是試探，要真打。所以福建艦它已經到了一個階段了，它越過這個階段之後，它只有往前衝了，沒有回頭路了。那你現在我想請問一下，海軍現在到底有沒有準備好？這就是对於整個地緣戰略最重要的一個影響，是福建艦這一次回去整備之後，它下次出來的話，它就是一個煥然一新的，它就是什麼？它就是武士已經準備好了它的裝備，準備好隨時可以接下戰備任務。而那個戰備任務一下達的話，不論成敗，你就是一定要幹嘛？去達成任務。所以福建艦這一次的這個返回母港，其實大家不要看啊，很來來去去，很好像都是常態，不是常態。它下一次部署，它一定要完成戰備，這是它最大的意義所在。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